500年前，黎苏苏穿越到叶希雾身上，从城楼跳下，一记神髓换澹台烬的邪骨。魔神一辈子只有一个软肋，邪骨一灭，魂飞魄散。夜惑中，黎苏苏的凤凰血脉觉醒。当他再次睁开眼睛时，发现自己醒在了500年后一个温暖到百花尽开的春天。黎苏苏回到了衡阳宗，在这个不再有魔神的世界里，她是被师兄师姐们爱护的小师妹，也是金尊玉贵的掌门千金。澹台烬的邪骨被黎苏苏藏了起来，封禁了灵魂。黎苏苏虽修习无情道，却注定无法封神。从跳下城楼那一日开始，黎苏苏就再也不想看见澹台烬。他笑曾经的自己单纯善良，竟希望澹台烬一生安好。只可惜事与愿违，澹台烬永远知道自己要什么，假面之下竟是毒辣的爪牙。叶希雾死后，澹台烬才明白自己还没来得及宣之于口的爱意。他在鬼哭河中被吞噬的只剩下一具骨架，只为寻找叶希雾的魂魄。如果不是屠神弩与他融为一体，澹台烬早该魂飞魄散，更不会有机会遇见赵幽仙尊和藏海师兄。藏海长得胖，为人谦和，笑起来眉目可亲。他是逍遥宗赵幽仙尊座下大弟子，修为平平，好几百年了，才从金丹期突破到元婴中期。上一次仙界大比，藏海没撑过第2轮，就被人咕噜噜踢下了赛台。500年后，黎苏苏曾说愿澹台烬成神庇护天下。500年后，澹台烬从鬼哭河中爬出，流着泪让身体寸寸破碎，再重新长好，在逍遥宗学习如何走正道。他收敛起卑微，照着旁人的模样敬爱师尊，与同门好好相处。而师父赵幽仙尊除了对澹台烬悉心教导外，更是在他还未褪去残忍时，为他承担了所有的因果杀伐。仙界大比，澹台烬与黎苏苏重逢，黎苏苏不再轻敌，澹台烬则认为天生灵体的黎苏苏是承载灵魂最好的容器。苍元秘境试炼，澹台烬为取信黎苏苏，假扮意外受伤。他身上的伤有一半是真的，却不料黎苏苏并未上当。下一刻，36把剑带着杀意与寒芒刺向了澹台烬。澹台烬眸色一变，只得飞掠起身，将仙剑尽数震开。出师未捷，澹台烬亡黎苏苏之心不死，叶希雾没有魂魄，他便踏遍3界为其招魂。叶希雾没有躯壳，他欲打散黎苏苏3魂，替叶希雾夺一具上好的灵体。断崖边，澹台烬冷眼看着藤蔓耗尽黎苏苏的灵力，直到他的血滴在石壁上，过去镜开启，澹台烬才明白眼前这个少女就是自己心心念念了500年的叶希雾。澹台烬学道心的时候，赵幽仙君曾教过他大道同悲，相生相成。魔域之下有个阵法名同悲道，可吞天噬地，扭转乾坤。万年前，上古魔域倾注大半灵力入同悲道，却被黎苏苏的父亲妖王地面拿走了神珠，魔神失败，神魂俱灭。万年后，汉拔四鹰觉醒，与魔修精灭一起，借魔气转化灵力，企图开启同悲道，逼6界入魔。魔神未现，四鹰把目光对准了黎苏苏的大师兄宫野继吾。宫野继吾被四鹰设了心智，魔剑斩天也以任他为主，妖魔群聚，天下将乱。赵幽仙尊闯入九转玄回阵，强行夺走神柱开阳，不幸被四鹰察觉。赵幽仙尊不敌，神魂聚散之际，眉心渗出了四鹰的一滴血。四鹰本是旱魃始祖，他制造傀儡就是打算让赵幽仙尊死后为他所用。赵幽仙尊生来光明磊落，对他来说，死后躯体成魔比魂飞魄散还难以接受。为了阻止四鹰奸计得逞，赵幽仙尊让澹台烬取混元戒，杀了他后用真火焚烧了他的仙躯。赵幽清清白白地离开了人世，留下了被人误会的澹台烬。人人都说澹台烬是弑杀师父的魔物，四鹰和精灭也在亲眼看见澹台烬吸纳斩天剑的力量之后，竭力推他入魔。就连黎苏苏也不相信澹台烬，他忘了澹台烬体内早已不是主宰杀戮和血腥的邪骨，而是自己以涅槃为代价亲自换上的仙髓。澹台烬是神而非魔。澹台烬入魔，理解了黎苏苏的动机，也知晓她的真实身份是妖王之女，决定殉同悲道。死前，澹台烬在叶希雾的墓旁修了自己的墓，上书叶希雾之夫澹台烬墓。墓碑后，澹台烬给黎苏苏留了一个玉盒，里面除了自己的一缕情丝，还有黎苏苏当年亲手串的珠串、剑穗和他赠予的玉佩。
魔神之体大成，灭魂钉消逝，九转旋回阵里，谭台烬将黎苏苏推入死门，助他斩断过往。在谭台烬看来，黎苏苏成神而自己魂飞魄散，就是最好的结局。果然，一念成神的黎苏苏捏碎谭台烬的邪骨后，拥着他从无尽苍穹一并坠下。谭台烬身死，混沌妖魔之气流向破碎的魔域，强行引着众妖回归。惊灭扶着四鹰，看着曾经贫瘠的魔域生出魔脉，广袤的山川再次开满叶塔花。统背道重启，放回了所有生灵。宫野继吾成为衡阳宗的下一任掌门，而黎苏苏则在得知真相后，闯入冥界寻遍鬼哭河，终于明白了谭台烬当年的感受。继则已死，黎苏苏作为最后一个神，决定守着魔域，护六界无恙，直到他也消散的那一日。谭台烬死前曾让虎妖吞了洗髓印的上古饕餮真魂，殉同悲道那日被卷入其中的虎妖懵懂中吞下了谭台烬的魂魄。1000年后，谭台烬魔魂重聚，投生到了长乐镇，化名白子谦，而黎苏苏也生下了谭台烬的女儿谭台子密。谭台子密贪玩，偷跑出魔域，阴差阳错中，引着许女心切的黎苏苏见到了谭台烬。白家当年还没有没落的时候，曾和柳家定亲。长乐镇的人重诺，嫌贫爱富的柳家母女怕退婚被人戳脊梁骨，于是把聘礼提高到了100两。黎苏苏知道后，故意微脚，让谭台烬背他，在他耳边悄悄说道：“白公子，娶我只要1两银子。”早就认出黎苏苏的谭台烬没有回答，只是在他安寝前抵住门，往他手里塞了500两银子，这是他的全部家底。黎苏苏决定嫁给谭台烬。成亲前，他没用任何法术，和绣娘认认真真的学了绣盖头。谭台烬回了魔域，女儿谭台子密只有在黎苏苏面前乖一些，其他时候就是个小魔头。偏偏谭台烬还不管，每次都笑盈盈地鼓励他干坏事儿。曾经命运对谭台烬很残忍，就连将军府的下人都可以踩在他的头上，毕竟他贵为皇子，其令他有种别样的满足感。直到黎苏苏出现，谭台烬才懂得了爱恨，世界以痛吻他，他终报之以歌。